班里的200万休学旅行费被人偷走了，是谁干的？管理费用的人监守自盗，最穷的学生。但不管是谁，都没人主动承认是自己偷的。而且最可疑的是，从班费被偷的那天开始，负责收取班费的男女班长就再也没来上过学。主人公友一是班里最穷的学生，班费被偷的前几天，他还在为攒够休学的7万费用而拼命打工。友一有4个关系非常好的朋友：四肢发达、头脑简单的班长阿成，富有正义感的副班长志法，沟通能力一流的学霸天志，以及有些懦弱温柔的少女心木。友一在心里认定他们是一辈子的好朋友。班费被盗后，阿成和志法就没来上过学，发消息也完全不回，这不禁让几人担心起来。深夜，友一在家里做着手工，突然听到屋外传来动静，打开门一看，没有人，只在地上留了一封署名志法的来信。志法说自己有重要的事，11点时约他在校门口见面。然而等到友一急匆匆跑到校门口，却发现他的朋友们全都在，而且对方还是收到署名为他的来信才来的，他们明显是被骗了。然而还没等友一多想，他就被从后电晕，陷入昏迷之前，他恍惚看到有人绑走了他的朋友们。友一梦到了从前的事，父亲告诉他世界上最重要的东西是钱，母亲却告诉他比钱更重要的是朋友。友一满脸泪痕的醒来，发现他们正处于一处纯白的空间内，一只老式的背带裤玩偶出现在他们面前。喜欢动漫的朋友都认出对方是某个深夜动漫里的角色马拉布，喜欢偷孩子们最珍贵的东西。马拉布一上来就让几人和他玩游戏，只要参加这个游戏，每通关一次就能获得200万日元，而且每次游戏都有额外的机会还清他们背负的2000万债务。此话一出，几人都懵了，2000万债务，他们什么时候欠了这么多钱？天志站出来斥责马拉布非法监禁他们，然而却被马拉布告知这是他们自愿参加的游戏，他们5个人中的其中1人欠了2000万的负债，于是向他缴纳了200万的报名费，希望靠这个游戏还清自己的债务。换句话说，那个欠债的人就是偷了班费的小偷，而且就在他们之中。他们选择退出也可以，但是报名费不会被退还，债务也得自己还清。如果选择玩这个游戏，2000万债务会被分成5份，每人欠债400万，可以通过游戏还清债务，而且输了债务不会增加，只是会被困在游戏中。马拉布给了他们5分钟，让几人好好想想。友一想要弄清楚这笔债到底是谁欠的，但其他4人却都第一时间坚定地表示自己不应该怀疑朋友，而是要帮助朋友渡过难关。他们之间的事不需要任何解释，这让友一下子变得不合群起来。这真的是真正的朋友该做的事吗？马拉布怀疑他不信任朋友，对他来说什么是最重要的？友一坚定的回答是朋友。既然达成一致，那么第一关的游戏就开始了。白色的墙壁自动打开，里面是一间教室布置的房间，课桌上放置的笔仙游戏的道具，上面的10元硬币格外巨大，他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名牌，正面是数字，后面是欠债数额。如果游戏通过，数额会下降为0，但每个人的数额都是保密的，一旦拿给别人看，数额就会翻倍。第一关是笔仙游戏，5个人将手指放在硬币上，然后将其推到对和错2种答案上。如果5个人选择的都是正确答案，那么狐仙就会举手，象征他们游戏通关。但只要有1人选择不同，狐仙就会支持少数派，比如1人选错，硬币就会一项错，即被判定全员回答错误。他们每次的答案必须一致正确才能通关。游戏规则如下，游戏共用5道题，只要答对1道就能通关。每人依次打开一个有编号的信封，读出上面的问题，每赢得1分就能得到200万日元，每人债务减少40万。他们只能在阅读问题时发言，如果违反规则，债务翻倍。如果每道题都答错了，最后1人将接受惩罚，且负债最多的人将承担其他人的债务。最后马拉布忠告5人，赢得朋友游戏的唯一方法就是永远不要怀疑你的朋友。游戏正式开始，第一个读题的人是阿成，而第一个问题简单至极，只要回答出日本最高的山是否是富士山，就能获得整整200万日元的奖励。5人自信满满，这题目未免也太简单了。而游戏结束，硬币居然在错的答案上，5人完全懵了。志法刚惊呼出声，就被友一和天志捂住嘴。别忘了游戏规则，如果说第1轮是有人理解错了问题，那么第2轮的1+1是否等于2的问题上依旧选了错，只能说明他们内部是真的出了叛徒，或者说他们之间早就不是没有秘密的了。友一想起阿成因为强吻志法被人家打了一顿，阿成死皮赖脸的拜托友一去找志法给他求求情。志法表示自己会原谅阿成，但条件是友一要告诉他一个其他3人都不知道的秘密。友一也答应了。第3个问题是日本的英文是否是 Japan， 而硬币依旧是移向了错的一面。这些都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，他们到底为什么会一错再错？是有人怀恨在心？友一知道再这样下去，他迟早会怀疑所有人。终于轮到了他读出问题，打开信封的瞬间，友一懵了，因为纸上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问题，而是让他自己选择问题。但是在信封底部写着2行字，如果硬币在对那面，
代表通关，而如果硬币在错那面，只有读题者债务会减半。这下友谊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题他们依旧会错了。前3个信封里装的都是同样的东西，他们都以对为正确答案，但自己却选择了错的回答。因为这轮游戏结束，负债最多的人将会承担所有人的债务，所有人都在背后努力减少自己的债务，心中的怀疑和恶意如同沼泽一般翻滚沸腾。友谊开始怀疑起所有人，而他们所做的一切都在2个妹子的监控之中。此时的友谊陷入了艰难的抉择中，如果他选择对，游戏就会结束，但他的债务只会减少40万。而前面的3人如果选择都是错的，他们的负债已经减少到了1半，他也应该选择错才对。而友谊此时想起了心木，心木因为性格太软，总是被别人欺负，友谊又嘴笨不会安慰，但心木却说友谊是自己唯一的朋友，他总是觉得自己和其他3人有些疏远，而且心木明显对友谊有着超乎友情的好感。友谊明白了，他现在最该考虑的其实是心木，一旦每道题都答错，最后心木就会接受惩罚。为了朋友，友谊放弃减半自己的债务，提出1周是否有7天这种简单至极的问题后，毫不犹豫选择了对。然而最后的结果依旧还是错，他们其中有人在恶意的将所有债务推给心木，但如果第5个问题和他们都是一样的，债务依然会保持平衡。此刻友谊突然意识到，如果第5个问题不一样呢？而事实也是如此，第5个问题并没有提到任何减少债务的条件，而是纯粹的判断对错。但是当前的这种情况下，没有人不会过度解读。心木颤抖地问出了最后一个问题：我们会是永远的朋友吗？监控室的2人兴奋地等待着最后的答案。这个问题如果在第1关被问出来，所有人都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是，但是现在他们已经开始相互猜疑。这道题的答案无疑是对，但问题就是他们是会选择全对还是全错，又或者是少数选择对通过，还是少数选择错被淘汰。而就在几人即将做出最终选择之时，友谊却突然违反规则开口说话了：你们想知道智法今天穿什么颜色的内衣吗？